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最近有个新闻说是这个 Facebook 那个公司现在呢是叫 Meta 了，为了从这个苹果公司挖一个搞 AI 的大神，开了多少年薪？你猜猜呢？2亿美金一年哦！我的天哪，2亿美金是什么概念啊？这比这个 C 罗踢1年的球挣的都多呀！苹果 CEO 库克的工资摆在他面前那都得叫一声大哥，您先请。你可能就好奇了，这是什么人啊？他的脑子是金子做的吗？凭啥值这么多钱啊？这更有意思的是这位大神还有其他一些被抢来抢去的顶级天才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都是咱们中国自己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有点意思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的白菜，怎么最后都让别人家的猪给拱了呢？今天咱们就来掰扯掰扯这场藏在代码和芯片背后的全球抢人大战。那话说回来这事的头号大买家就是美国呀。这以前吧，美国人对 AI 这玩意儿总是一副我得管着你的姿态，天天把什么风险伦理安全挂在嘴边，搞得跟 AI 是洪水猛兽一样要给他套上各种龙头，感觉就是他跑在最前面，就希望后面的人都慢点跑，别追上他。但是呢，这2年情况变了为啥？因为他一回头发现咱们中国追得太猛了， AI 这方面眼瞅着就要跟他并驾齐驱了。这一下山姆大叔坐不住了呀，心里那叫一个急这不，今年年初特朗普大笔一挥，签了个叫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东西。这玩意其实说白就是一句话，以前的规矩都给我废了，所有科技公司都别束手束脚的了，给我撒个鸭子跑，谁跑得快我给谁发奖状。你看这就是典型的战略大转向。这以前呢是怕出事，现在是怕跑慢了。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了，这是国家战略是地缘政治。他们还想了个招，说要搞个什么美国版的 DeepSeek。这 DeepSeek是咱们国内一个很牛的开源 AI 模型，免费给大家用。这美国人一看，哎呦喂，这招高用开源来拉拢全世界的开发者，建立自己的生态系统，这不就是想抢武林盟主的位置吗？这光喊口号还不行，得砸钱于是一个听着就跟科幻电影似的项目就出炉了，叫星际之门计划。你听听这个名多唬人这个计划号称要投5000亿美元，让这个 OpenAI、软银、甲骨文这些巨头联手造一个全世界最牛叉的 AI 基础设施。说白了就是给这个 AI 大神们建一个全世界最豪华的练功房。这虽然吧，听说这个星际之门现在是有点雷声大雨点小，钱也不太够，这进度也慢但是你能看得出他这个姿态，他这个架势摆出来了，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为了 AI 我豁出去了，要钱给钱，要人那就满世界抢人。而且这抢人的第一战就瞄准咱们中国，这抢人大战早就打得热火朝天了。咱们开头说那个被那个 Meta 用2亿美金挖走的庞若明，就是苹果公司以前搞 AI 语音系统的大神。你现在用的这个 iPhone 能跟这个 Siri 聊天，说嘿 Siri 给我放首歌，这个手机能听懂，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功劳了。你说这种能让机器开窍的人值不值钱但这还不是最狠的最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 OpenAI， 就是搞 ChatGPT 那个公司他们家有4个核心大神，最近也被人高薪打包挖走了。这4位大神个顶个的厉害叫于家辉、赵胜佳、毕树超、任宏宇。你听听这名字就这是咱们的同胞其中那个于家辉挖走他的代价是什么呢？光是签字费就是你来我这儿上班，我先给你8000万美元的红包，然后呢再给你价值3亿多美金的公司股票。我的妈呀，这哪儿找员工这简直请财神爷而最让我们五味杂陈是什么呢？你猜的这4位大神加上前面那个庞若明，他们的大学是在哪儿念的？我给你数数于家辉中科大少年班出来的，那是个天才中的天才赵胜佳清华大学毕业的，毕树超浙江大学的高材生，任宏宇北京大学的学霸。你看看
中科大、清华、浙大、北大，这不都是咱们中国最顶尖的学府吗？咱们国家是辛辛苦苦用最好的资源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啊，刚一毕业，甚至还没毕业，就被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像摘果子一样，一个个就摘走了。而且这帮人啊，是真的牛啊！那个于家辉啊，搞的就是 GPT-4o 这种多模态模型，就是让这个 AI 啊，不仅能打字，还能看图，能听声，能说话，变得更像人。那这个赵胜家呢，在图像修复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简单来说啊，就是能让模糊的、破损的图片变得清晰完好，就跟魔法一样啊！这已经都不是个别现象了。你知道吗？马斯克搞那个 XAI 团队啊，就是跟 OpenAI 对着干的，里面超过2/3的核心成员是华人。扎克伯格新搞的那个超级智能实验室啊，11个关键人物里啊，有7个是华人。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他自己都公开说，全世界1半的顶尖 AI 研究人员都来自中国，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群体，连个像样的第2名都没有。话是这么说的啊，听着是挺自豪的，但是现实呢？现实是一个残酷的数据摆在面前，咱们培养的这些顶尖 AI 人才，最后都选择回国工作的不到30%，这就引出了一个终极问题：为什么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咱们这儿呢，到底是哪儿低了呀？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复杂，咱们就从最实在的说起啊。这第一呢，就是钱呀。我知道谈钱比较俗气，但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啊。根据一个薪酬报告，咱们清华、北大这些顶级学府的毕业生，平均月薪大概是1万块出头，一年下来12-13万的人民币。就算你是天之骄子刚毕业能拿到30-40万年薪，那在国内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高了。但在硅谷呢，一个普普通通的 AI 工程师刚毕业，年薪就能轻松突破10万美金，换成人民币就是70多万呀。你要是再牛一点是个顶尖人才，那年薪就是100万甚至1000万美金起步上不封顶啊！咱们前面说的那9位大神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美金的身家，这种薪酬差距已经不是1倍、2倍了，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鸿沟。你说面对这种诱惑，有几个人能不动心啊？咱们不能用情怀去要求科学家们饿着肚子搞研究，对吧？这第二呢，就是这个环境。要是光是钱的问题还好办，但有更深层次，就是科研的环境。这东西有点虚。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把这些 AI 天才想成全世界最顶级的厨师。海外的环境是啥样呢？那是一个超大的开放式的中央厨房，里面呢有全世界最新鲜、最稀有的食材，就是这个海量的数据，有全世界最猛的火力、最快的烤箱，也就是这种顶级的算力、超级计算机。所以你想做什么菜，旁边呢还有一帮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厨师跟你交流切磋也就是这个成熟的协作网络。这更重要的是你想做什么新的菜式没有人管你给你充分的自由去尝试，失败了也没关系那咱国内的环境呢，也不能说是不好吧，咱们的这个厨房也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咱们面临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岗位稀缺，顶级灶台就那么几个，华为、阿里、百度这些大厂的 AI 实验室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想进去当主厨难于上青天另一个就是内卷严重一个岗位放出来，几百个、几千个高手来抢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前2年杭州余杭区一个街道办事处招人，事业编，就这么个岗位吸引了几十个清华、北大的博士、硕士来报名。你说说让一个顶级名校的博士去街道办工作，这是不是一种高才低教？是不是一种人才浪费这背后反映的就是高端岗位和高端人才之间的不匹配，结构性失衡。还有一个就是资源错配，咱们国家也在大力发展算力，但是顶级的算力资源非常紧张，能不能给到最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手上，有时候要打个问号。所以你看，一边呢是给你最好的舞台、最高的薪水、最大的自由，让你尽情施展才华，另一边是你可能要为了一个坑挤得头破血流，进去了可能还发现条条框框特别多。换了是你怎么选根据乔治敦大学的一个报告2025年咱们国家双一流大学毕业的理工科博士估计有3万多人，其中搞 AI 的大概4-5千人。但是国内这些头部科技公司每个 AI 实验室能提供的高级研究员的岗位也就几百个，
这领军的岗位更是少得可怜。那多出来的几千个顶尖博士去哪儿呢？要么就是向下流动，去干一些用不上自己才华的工作，要么呢就只能把这个目光投向海外了。过去5年有超过200名顶尖的华人 AI 学者流向了硅谷。光是过去1年就有47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还没出校门就已经被美国那些科技公司给预定了。这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辛辛苦苦培养了一批批的武林高手结果他们学成之后纷纷都被别的门派用更高的待遇、更好的秘籍给挖走了。咱们自己家门口反而是留不住最能打的人。所以聊到这儿大家伙就应该能明白了。现在这场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决赛圈，上半场大家比的是算力，看谁的计算机跑得快；比的是模型，看谁的算法更牛；比的是数据，看谁的料喂得多。但是下半场最终极的竞赛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才。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一小撮 AI 专家可能都不到1000人。就是这几百个最强大脑决定了未来 AI 技术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决定了谁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技术革命中制定规则，掌握话语权。谁能留住这些顶级大脑，谁就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占据科技的制高点。所以那些被高薪挖走的华人科学家他们不仅仅是一个个高薪的打工者，他们是这场全球 AI 军备竞赛中的战略资源。那丢掉一个可能就丢掉了一个未来产业的领导地位。那怎么办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咱们中国呢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人才储备库，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不缺聪明人，不缺勤奋的人，更不缺有天赋的人。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谴责那些选择出国的人，而是要反思我们怎样才能搭建一个更好的家，让他们愿意留下来，甚至让那些出去了的人愿意回来。薪酬待遇得跟上吧，不要求跟这个硅谷一模一样但至少得让我们的科学家们能过得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不能为了一套房子、一个孩子的学区名额而发愁那科研生态得搞好吧，给他们更多的自由，更少的束缚，让搞科研的能安安心心的，不用为了申请经费、评职称、写各种报告而分心，把这最好的资源给到最需要、最有能力的人手上。职业空间得打开吧，创造更多的高端岗位，让这个英雄有用武之地。不光是大公司也要扶持更多的中小创新企业，让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其实说到底留住人才它不仅仅是留住几个人，更是留住咱们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我们真正的善待人才、尊重人才给他们最好的土壤，他们才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我们希望能看到的未来是，华人科学家不仅能在硅谷发光发热，更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为我们自己，也为全世界点燃新的科技之光。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